哈姆雷特王子的 To be or not to be 今天成了中南海和中国电商巨头相互怒怼的关键。为了生存，电商巨头干脆不理会北京的约谈，价格战依然打个不停。中共那边也已经承受不住了。李强说了句大实话，说这样下去已经负担不起了。最新数据显示，中共政府上半年收入下降，支出却增加了。党媒也加入战局，大喊卷价格不是正道，最终会走向此路不通的零和博弈。电商巨头有胆挑战北京的权威，这关乎未来生存。北京也直喊受不了。表面看，价格战是商家受损，却让中共割肉。中共能不赶快叫停吗？不过细想起来，阿里有胆抗命似乎不那么简单，这很可能是中共走向后共产党的前兆。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潇。中国最大几家电商平台在即时零售上的价格战持续升温，丝毫没有停火迹象。即时零售就是在最短半小时内就能送货上门，这让阿里巴巴、京东和美团大出血，要投入近2000亿人民币进行补贴，一些饮料类商品几乎成了免费赠送。上周，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阿里等3家电商巨头第2次约谈，但阿里们却仿佛充耳不闻，这让外界感到十分惊奇，连北京的话都敢不听了？谁让他们这么大的胆子？这里其实没有什么秘密，而是一个很现实事情。企业眼下到了存亡的关键时刻，不这样做就活不下去了。你的约谈在活下去这样的攸关未来命运的大事面前，也只能是苍蝇无聊的叫声了。TechBuzz China 科技分析师 Ed Sander 对电商的处境感到同情，这些平台面临的正是 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公司要么活下去，要么没有明天。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仓库让即时零售的利润越来越高，正在蚕食传统的电子商务。北京的日子就好过了吗？中共总理李强7月24号在北京与欧盟领导人会晤时说了一个大实话。李强坚称，中国绝没有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搞补贴政策或财政补贴，因为中国没有欧洲那么富裕，我们负担不起。在外界看来，这是李强对欧盟领导人的反驳。真实情况是，补贴政策和财政补贴已经让中共陷入困境。企业在拿到大量补贴后，有的可能用在生产上，有的可能白白浪费了。这确使中国产能过剩，大量产品只能贱卖到美国或欧洲市场，引发川普总统不得不开打贸易战。欧洲也到处充满中国廉价商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正色提出中共的财政补贴问题，李强的回答正好说明中共的补贴政策已经走不下去了，他也面临电商巨头的终极问题 To be or not to be。 中共明白，价格战这样打下去，企业和中共政府会弄得两败俱伤。中共财政部国库司7月25号公布了2025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根据国库司，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5566亿元，同比下降 0.3%， 其中全国税收收入92915亿元，同比下降 1.2%， 非税收入22651亿元，同比增长 3.7%。 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8589亿元，同比下降 2.8%，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66977亿元，同比增长 1.6%。 从官方数据可以看到，中共的税收收入下降了，非税收入增加了，中央收入下降了，地方收入增加了。这说明什么呢？中共中央很难直接从企业那里榨取油水，地方就不一样了。虽然价格战再大，企业利润下跌，毕竟地方可以借用各种名目收取费用，收入反而有所上升。这是中南海肉疼的地方，很想敲打一下那些价格内卷的企业，没想到阿里等3家电商巨头竟然甩也不甩。无可奈何之下，中共党媒也加入了讨伐价格战的队列。
人民日报7月25号发表评论员观察，题目是卷价格转向优价值才是正道。文章提及近段时间在一些外卖平台低价换市场、以价换流量的行为引发关注和讨论。日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约谈相关企业。文章认为，内卷式竞争是零和博弈，是走不通的。文章最后说到实质问题，中央财经委会第6次会议强调，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才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后提到的是，才是重点要说的，价格战让企业伤筋动骨，消费者旁观看热闹，却急坏了中共政府，企业亏了，利润少了，中共可以拿的税收大大缩水了。所以李强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确实说了一句大实话，中共穷了，对企业再也补贴不起了。数据显示，随着价格战冲击企业，中国5月份工业利润同比下降 9.1%， 今年前6个月出厂价同比下降 2.8%。 在7月16号举行的一次高层会议上，李强呼吁加强电动汽车行业的价格监管，中南海正试图遏制加剧经济通缩压力的激烈价格战。然而，中共在这里遇到了难题。野村银行的经济学家表示，解决产能过剩的举措将要求对那些亏本销售的制造商进行大规模减产，这种限制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拖累。Ivancore Easy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兼策略师雷欧王指出，减产不可避免的会以牺牲增长和就业为代价。他说，北京不太可能大幅削减产能。王认为，维持增长和保障就业比纠正通缩和通货紧缩对北京来说优先级更高。到目前为止，北京遏制价格战的声音更像是一次短期运动的口号，而不是改革的前奏。经济学人智库高级经济学家徐天辰表示，尽管一些行业的公司据细计划减产，但这不太可能转化为更广泛的供应收缩。他说，总会有人希望通过低价扩大市场份额，即便形成价格联盟，企业也仍可能背叛联盟，压低价格与竞争对手拼杀。目前，中国失业率高到惊人，大学生 80% 找不到工作，整体失业率也已经达到 20%。 过去数百年，解决产能过剩与高失业率的唯一途径就是战争，不管是内战还是世界大战，最终让失业者在战争中消失，产能在战争中灭掉。中南海所在地北京在北戴河会议前夕频现异动，日前有军车在夜间驶过长安街，自7月16号凌晨0时起至9月3号5月12时起，将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昌平、门头沟等9个行政区域设置为净空限制区，说是为了确保抗战胜利80周年庆祝活动的安全。此外，中共朝阳区委书记、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立即换人。据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官网报道，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吴小杰带队走访北京卫戍区信息支援部队和武警北京总队。朝阳区是北京市教育、科技、文化的密集区，同时还是军事重镇。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摩托化步兵团第13团被称为老虎团，号称北京卫戍区的头号王牌团，驻守在北京朝阳区管庄地区。警卫3师是重装师，原隶属于北京军区第24军，该军被裁撤后，该师被保留，成为北京卫戍区唯一重装部队。最近卸任朝阳区委书记的文献与江派大佬曾庆红、前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长郭声琨是江西老乡，而新任朝阳区委书记吴小杰此前曾长期在北京驻总集团任职。郭军龙任北京市委书记期间，吴小杰试图实现关键跳转，由国企转入政界。眼下北戴河会议即将登场，北京的气氛也极其紧张。人们预测8月和9月很可能非常热闹，中国很多大事都会在这段时间开锣。中共的气息越来越虚弱，
中国正走向后共产党时代，阿里等电商巨头敢违抗北京的命令，继续开展价格大战，难道这是一个改朝换代的预兆？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